各位朋友，中国的开国伟人毛泽东，历史证明他就是一个宝藏老人，他给中国留下了无数的遗产，其中有一张底牌，让美国在这70多年来，他是腰里别着扑克牌，谁来跟谁来，他谁都敢打，唯独再也不敢跟中国开战。如今伊朗的下场更加证明了这一点。伊朗被美国拖下了泥潭，但是呢，毛泽东75年前那场战争留下的底牌，至今让美国不敢对中国呲牙。2026年2月28号，美以联手发动了一场针对伊朗首都的空袭，直接把中东的局势推向了新高点。伊朗的本土核心区遭到了准战争状态的打击，最高领袖的办公室都成了目标。对伊朗来说，这绝对不是一次简单的敲打，而是直接拍在脸上的一记耳光。对比抗美援朝这场中国在1950年时的命运转折，看似两个不同的世界，其实一个共同的疑问已经呼之欲出：国家安全到底该怎么布这盘大棋？伊朗这个中东曾经的区域大国正在流血，正在被一步步拖入深渊。2026年的伊朗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是内忧外患呢。货币崩盘，物价飞涨，街头抗议，军事摩擦层层叠加在一起，把曾经傲视中东的波斯古国压得喘不过气儿来。你先看看经济账单吧，状况现在是触目惊心啊！2026年初，伊朗的里亚尔经历了历史性的崩盘，贬值1美元兑换140万到150万里亚尔。你要知道，2018年美国刚重启对伊朗的制裁，1美元还能兑换14.5万里亚尔，不到8年，里亚尔的贬值差不多10倍。货币崩了，物价怎么可能稳得住呢？伊朗的通胀率在2025年12月升至 42.2%， 食品的价格更是猛涨了 72%。底层民众和商贩首先扛不住了。2025年12月28号起，德黑兰等地爆发了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国性的抗议活动，民众在社交媒体上的抱怨触手可及，政府承诺的工资涨幅远低于通胀和税负的增速，实际购买力持续缩水，取消生活必需品的补贴又把物价推上了新高。世界银行2025年10月就预测伊朗的经济将在2025年和2026年连续萎缩，年度的通胀率要逼近 60% 了。老百姓的日子过不下去了，政府和军方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2025年6月，伊朗与以色列爆发了被称为12日战争的军事冲突，美国直接轰炸了伊朗的核设施，进一步掏空了伊朗的财政资源。9月，联合国和欧盟恢复对伊朗的全面制裁，把伊朗本就脆弱的石油收入堵得死死的。为了镇压抗议活动，维持社会稳定，伊朗政府2016年1月实施了大规模的断网和网络封锁，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进一步受到了冲击。伊朗正在陷入一个典型的战争经济的陷阱，越打越穷，越穷越不稳定，越不稳定越需要强力镇压，越镇压就失去民心。这个恶性的循环一旦进去了，就很难爬出来了。可能很多人都要问美国到底对伊朗动手没？答案是打了，但没打过瘾。2026年5月1号，川普致函国会，宣布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了，意在规避战争权利法规定的60天军事行动期限。但从5月到6月，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三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科威特等地不断的发生军事摩擦，战火从未真正熄灭。最让人看不懂的一幕出现在2026年6月3号，美国的国务院众议院以215票对208票通过了一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要求川普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的授权。215比208，这个票数说明什么呀？就连美国自己都有犹豫要不要继续打下去，分歧大到几乎撕裂了这个国家。与此同时，美国的国防部、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3个部门的监察长宣布就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展开联合审查，因为他们怀疑这场仗已经超出了合法的界限。
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美国打伊朗既没有明确目标，也没有退出方案，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卡在中间，进退两难。打国会不同意，不打前面的战争承诺又没法交代。战场上的形势也充满了魔幻色彩。伊朗声称在阿曼湾打击了一艘美军的驱逐舰，美军迅速否认。科威特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发生爆炸，伊朗说是美军的爱国者导弹拦截弹掉下来砸的，美军坚称是伊朗的蓄意攻击。各方各执一词，整个中东变成了一场罗生门式的混乱。就在这头乱成一片的时候，川普又说跟伊朗的谈判进展得非常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重新的开放了。一边打仗一边谈判，这就好比拳击比赛里两个选手打了几下，裁判没喊停，两个人也不停手，在嘴里还商量着要不咱们中场休息签个合同吧。这哪里是什么战略博弈啊，这分明是互相消耗的泥潭战嘛。伊朗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根本原因是什么呀？这是一条注定走不通的路，就是把宝压在了与美国正面对抗这张牌上。从1979年革命至今，伊朗与美国的关系持续位于敌对状态美国长期实施经济封锁、石油禁运和金融制裁，把伊朗困在了一个被隔绝的经济孤岛之上。伊朗的应对方式也很硬气，不断的增强军事实力，发展核能力，支持地区的代理人武装。这些举措短期内产生了威慑效果，但长期来看付出的代价越来越沉重。经济被制裁拖垮了，货币崩了，物价飞了，全球资本进不来，石油卖不出去，年轻一代缺乏就业机会。伊朗的基层民众对生活的不满是越来越强烈。活动呢，从商贩蔓延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政府不得不出台越来越严厉的管控措施来维稳，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财政的紧张和社会的对立。从这个角度看，伊朗的抗压能力远不如想象中强大。更要命的是，伊朗在整个的战略设计上存在着不可逆的错误，他没有给自己留第二条路线，没有储备足够的经济缓冲空间，没有在国际上为自己铺设多元化的关系网，几乎整个国家都在跑一条风险极高的单向赛道，和美国正面对抗。一旦赛道上出现风吹草动，整个国家就跟着剧烈的震荡。说到底，伊朗的问题不在于该不该强硬，而在于把身家性命全都压在一张牌上。这种战略框架本身就是虚弱的当对抗全面升级，美国把经济封锁的螺丝拧得最紧的时候，这种体系的脆弱性也就暴露无遗了。你看完伊朗今天的惨状，你再来回看中国75年前毛泽东给新中国留下的那张底牌，你就会发现两个时代的战略思维有着天壤之别。中国的底牌与伊朗的战略逻辑完全不同。1950年的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2天以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第7舰队开入台湾海峡，明目张胆地干涉台湾内政。10月初，美军悍然越过三八线，一直打到鸭绿江边，中国的本土安全受到了直接的威胁。当时的中国面临的局面比今天的伊朗还要严峻。美国的钢产量是9000多万吨，中国只有90多万吨，相差100倍。美国拥有所有的现代化武器，甚至核弹，中国的军队基本处于小米加步枪的阶段。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刚刚开始，新区的土改还没有完成，人民的政权也没有完全巩固。有人建议观望，有人主张算了吧，毕竟那么强的对手谁都不想打。但是毛泽东做出了一个后来被历史验证无比正确的战略决策，出兵。为什么敢出这个兵啊？因为毛主席给自己留了3张底牌。第一张底牌，打还是不打，主动权在自己的手里边。毛泽东的思路很清晰，如果不出兵，让美军压到鸭绿江边，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压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中国将失去战略主动的地位。毛主席说，不出兵，让敌人压制鸭绿江边，
国内国际的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面不利。首先是对东北不利。他在和金日成回顾时说过一句话特别直白，你不帮助怎么办呢？不仅你们没有发言权，我们也没有发言权了呀。意思说，如果不出兵让美国彻底占领朝鲜，以后这片地界上中国就再也没有话语权了，主动权不能丢，这是毛主席的那张核心的底牌。第二张底牌，留有缓冲的空间，不打全面的战争。出兵之前，毛泽东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要准备美国空军轰炸中国的主要工业基地，要准备美国海军攻击沿海地带。但他也同时指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国人是可以战胜的，美军的战斗力并不比蒋介石的某些作战部队更强。这是高明的战争底牌战术，既要敢打，又要打得有节有度，能留够缓冲。你不是不能打我，但你打我你也得吃亏，用战争边缘来迫使对方后退，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冲刺到底。毛泽东还说，无非是进去了又被美国人赶了出来，那我总进去跟你打过一回了吧，被你们赶出来回到鸭绿江以西，以后你美国人占领了鸭绿江以东，他总是不放心的，我们总还可以再进去嘛。这句话把中国对战略余地的运用讲透了，哪怕结果不如预期，也要留有下一次出手的余地呀。第三张牌就是把正面对抗拆成了多级博弈，这可能是最精妙的一张牌。毛泽东在朝鲜战争中不止打了仗，同时还在国际舞台上不断的通过对外交宣告中国的立场。他以周恩来为外交官，以国际舆论为工具，让全世界都清楚的知道朝鲜半岛的紧张不是中国挑起的，是美国压过来的。1950年的6月28号，毛泽东发表了讲话，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的挑衅。他没有把自己定位为应战者，而是把自己放在合情合理的防御者的角度，把战争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手里。战争不是单纯的军事对抗，是一场政治、经济、外交的三维博弈，这在75年前就已经被毛主席吃透了。相比之下，伊朗的战争模式就过于简单化、单向化、情绪化了。毛主席75年前的底牌，现在的意义是什么呢？中美博弈的深度和广度呢，远超当年的水平。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外交战、舆论战轮番上演，维度越来越多。但回过头去看，毛泽东当年留给中国的那些战略思想，放在今天是照样可以应用的。2025年的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到2026年的11月10号。这标志着中美进入了缠斗的新阶段，不是全面脱钩，也不是全面对抗，而是在脱钩的趋势已经发生的现实中，尽量让竞争保持有序可控，避免滑向全面对抗。美国的国会的众议院通过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的决议，以及多个部门对总统的战争权力展开审查，表明美国对一场漫长的战争并不具备绝对的意志力。从2026年美国国内的政治反应能够看出这一点。当战争的战线拉长，成本超过收益，美国的民意和政治支持就会迅速的瓦解。如果中美开战，中国的应对框架依然可以遵循75年前毛泽东画出的3张底牌。第一张就是选择战场的主动权。美国的 AI 模型数次推演得出结论，若台海开战，美国将遭受灾难性的损失，数周内达到崩溃点，90%的战机或被摧毁于地面，关键弹药5天到7天耗尽，而中方依托本土作战，能将高强度的冲突持续数月。军事专家曾言，
若中美在台海爆发高强度的冲突，在自家家门口的军事行动，无论美军单独行动还是联合作战，均注定要失败。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国不仅是不惜一战，更重要的是选择在台海这一主场博弈。在这个赛道上，对手的地利的劣势远大于中国，再者是留有缓冲余地。中美即使有冲突，也不可能是一场短期战斗而是这个必须留有谈判与转向的通道。这就要求打也要打得有理有节，让全世界都明白谁才是防守方，谁才是挑衅的一方。意识形态战、金融贸易战等非军事的手段同样是底牌的一部分。最后则是打多维度战争，这并非是单一的军事对抗。目前中美虽在科技、金融、外交多个维度激烈博弈，但整体的博弈仍在可控的范围内。研究表明，中美已经在军事、科技、贸易三重领域确保相互摧毁上形成了新的战略平衡。双方对全面对抗、脱钩乃至冲突可能造成的冲击有着更清晰的认知。这意味着底牌不是用来拼命的，是用来建立威慑的。真正的底牌从来都不是打出去的。回顾75年毛泽东留下的一套战略思想中，最核心的那层认知是什么？答案可能出人意料。真正的底牌从来不是打出去的牌，而是始终留着不打的牌。1950年要不是出兵朝鲜，当时国际上没人看好中国能打，但是毛泽东硬是打了，打成了。不是因为他想打一场全面战争，不是因为打本身起到了威慑作用，让对方意识到这个人不好惹才是底牌。伊朗的例子就恰恰相反，在多年的美伊的对垒中，伊朗几乎把所有的牌都亮出来了，支持代理人武装展开军事对抗，加速核研发，亮到最后牌打光了，牌面看清楚了，对手反而更加放肆，因为你已经没有新牌可以出了呀。底牌之所以是底牌，不是因为威力最大，而是因为它没有暴露，一旦暴露，威慑力就会大打折扣了。中美博弈走到今天，很多人担心摩擦，担心冲突，担心中美呢走向对抗。但从毛泽东留下的战略智慧来看，中国手里还有牌没出呢，美国的策略空间却越来越窄。说白了，美国在这个方向上的优势正在逐步被蚕食。伊朗过去把全部身家压在硬杠这一张牌上，结果被美国的经济围困和战争边缘的政策一步步的拖垮。而毛主席留下的这个牌始终留了3分的余地，3分用来打，7分用来震慑和谈判，而这7分的余量就是中国与伊朗战略韧性的根本的分野。当前的中美博弈，中国手里同样的牌还没有其中出完，这种有所保留的智慧，恰恰是中国在长达几十年的博弈中国际的博弈中保持战略主动性的根本的原因。谁来跟谁来，他谁都敢打，唯独不一定要打，再也必须要有。只要有对方就永远保持着伊朗的下场，更加证明了这一点。至今仍是中美博弈中最重要的战略遗产，它没有过时，毛泽东75年前永远那场战争留下的底牌。所以说，至今毛主席让美国不敢对中国呲牙。2026年2月28号，美以联手发动了一场针对伊朗首都的空袭。